享的是上海菜饭。传统的上海菜饭呢，在制作的时候是运用到金华火腿。一般的朋友在家呢，可能取得金华火腿并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里面的金华火腿改成培根来取代。今天一旦大家学会了上海菜饭的制作方式，只要你变化一下里面的这个菜呀，还有这个食材哦，你就可以变化出不一样口味的菜饭。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制作这个简易版本的上海菜饭呢？一起来看看。我们来准备这个米的部分哦。那关于这个上海菜饭，一般都是用白米，但是我今天呢用的是2杯的白米，配上1杯的糯米哦。那糯米我有习惯买回来的时候，我会把1斤的白糯米跟长糯米哦混在一起，这个是混合的，又有圆的又有长的哦。我们洗净了以后呢，我们就这样子稍微的泡水，泡个3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我平常常常没有泡哦，你蒸好以后发现有一些的糯米哦，有一点米心好像没有透。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稍稍的再撒一些的水，再蒸一下下，就可以把这个没蒸透的问题给解决了。稍微的泡一下，的确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哦。那关于糯米的水分的部分哦，所谓的0.6到0.8，这是我之前在做油饭的时候有教大家，如果用大同电锅，水的部分用0.6到0.8，就要的这个口感啊，0.6就是比较干 Q，0.8是比较软 Q 哦，比较湿一点哦。大家觉得0.8、0.6很难计算的话，如果你的米杯是像我一样写到是1/4、1/2跟3/4的话，3/4就大概是0.75的水量，接近0.8。OK，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蛮刚好。这个我们要下去蒸之前呢，我们可以稍稍的淋芝麻油在它的表层哦，一颗一颗的粒粒分明。本来糯米就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你拌了以后就这个卖相就更好。我们就是用1米杯的水哦，比较安全。其实实际上半米杯就可以蒸熟，但我觉得没关系，多了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的水给蒸完，我们就1米杯。好了，我让大家看一下哦，我们可以稍微的拌一下。我们用电锅煮出来的饭非常的 Q， 粒粒分明，非常的好吃。其实光这样子，我觉得来包肉松什么的就好好吃哦。放在电锅里稍微再焖一下，真的都非常的匀哦。好 Q 哦。好吃，继续让它留在电锅里面做这个保温哦，会干掉的问题，让它包起来。这个是耐到140度的，所以很安全。里面以后呢，我一样盖上盖子，这就是保温的状态哦。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水在外锅里，但是不要启动哦，我们就是用保温键就好。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这样保温，一直到晚上我们要炒料的时候哦，我们再把这个料拌到里面，就会变成这个上海菜饭了。我今天要用这个培根来取代。一般来讲，正常的上海菜饭呢是用所谓的家乡肉，或者是用金华火腿。但是因为家乡肉跟金华火腿需要切丁之后，稍微的用电锅哦。加一点点酒，把它蒸出来，才会引出它的咸香味。或者你用这个微波炉，可以微波个2分钟，加一点点的酒，把家乡肉或者是金华火腿的切碎的末咸汁给引出来，那我们才可以再来爆炒使用。那我觉得一般家庭主妇不方便准备这个家乡肉或者是金华火腿，让大家很方便取得这个材料，我们用培根来取代，爆香的培根哦，取代这个家乡肉跟金华火腿的部分，或者是干肠的部分，我觉得口感小朋友接受度更高。等一下我们要来切碎。青江菜的部分哦，我们要来切它，我们把它切成细丝哦，一页一页拔下来洗后，我们就这样叠起来哦，变成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把它叠在一起哦，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切成细丝，有些要切成丁也可以，但我们这个切成越细越好的丝哦。我们切碎了，取20-30公克就可以。这个香菇的部分，像我这是10朵，因为我喜欢吃香菇，那我们就切成这个丁状。培根我们就是切这样细丝，大概半包左右的量。现在市售的是250公克1包哦，你就取半包。我也是稍微加多一点哦。青江菜的部分，我们今天用到的青江菜大约有500公克，你可以用到1斤哦，但是要小心，如果水分过多的时候，等一下水分就不要拌入。最后就是2个辛香料，其实基本上很多食谱哦，有的是可以加蒜末，有人加葱末，所以
我两个都加。其实油不用多，因为培根的部分很多油，把培根下去炒我们就用大火把培根炒香煸到这个油都有点出来了因为培根跟这个蒜很合，我们就下1大匙的蒜泥，因为蒜也很容易焦。我们的确是希望它有一点点微黄，但是不要到焦黑。之前跟大家提过的梅纳反应在肉的部分上面很重要。哇，现在香味四溢，我通常会把我的料分开，我会一份一份的炒好。其实这个油的部分我们可以留一些在锅中，它里面还有一些水分没有关系。虾米也可以一起进来，如果你家里没有虾米，勉强用虾皮取代也是可以的我要小心。就继续炒到它都有点这个香味四溢微微的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降下一些的这个，你要米酒或是绍兴都可以我下一点绍兴，绍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很不错。好，那这时候我们的蔬菜可以下来了。我们把我们的青江菜全部的下来。大家可能如果你要这时候下也都没问题，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好了。不怕这个油的人记得你可以再加1大匙的这个猪油进来炒，会更香。等一下拌到饭里非常的好吃。好，那我们就用大火赶快再拌炒一下。混合的差不多的时候，把这个葱花也放下去，葱花也拌一下那我们下一点点的鸡粉，大概1小匙的鸡粉。那如果不喜欢鸡粉的人，你用盐加一点糖来取代鸡粉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要呛下一些的酱油不用多，这个口感带甘甜的，你可以下的是蚝油，你就少大概1大匙的蚝油就可以。再拌匀一下。白胡椒很合喜欢的人多放一点。调味就非常简单其实这样就差不多咯。好，我们尝尝味道。OK。我觉得还需要再调整，你就再加一点点的盐我关火咯。保温的这个饭拿出来因为有加上保鲜膜的关系我们的饭就不会干。那这时候我们先可以稍稍的再拌一下，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刚刚炒的菜的部分也都放进来咯。这时候就赶快的把这个饭跟这个菜全部混合均匀。哇，你看自己做的这个上海菜饭，我们的料有多多啊！真的跟外面都不一样我觉得我最喜欢吃家里自己做的，满满的都是这个料，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蔬菜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回到电锅里面。再焖个3分钟，我们就计时加一点点的水，意思一点，因为3分钟很短的时间，焖个3分钟，我们就可以上桌咯。那如果说你喜欢像外面有所谓的这个底焦焦脆脆的，如果家里有砂锅的主妇，我们就砂锅烧热以后，大概中火烧热以后，把饭放进去里面，我们就是开火让它底部就会变成焦脆。我淋点油在底部的部分。上海菜饭我就要进去电锅焖个3分钟，让这个。用这个一般的麻油或是香油，那因为没有经过高温这个麻油就不会苦了，就完成咯。你可以再下一些的胡椒等等那我现在就送进电锅，再焖个3分钟，我就要移到漂亮的这个容器当中了。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上海菜饭，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